日元对美元跌到160附近了。这次真正麻烦的不是日元汇率跌了这件事儿本身，而是日本现在撞上了3件事：油价更贵了，美元更强了，日本自己也更难出手干预了。最近呢，随着中东局势的升级，美元因为避险需求而走强，日元已经跌到了2024年7月以来的最弱水平。日本财务大臣也已经公开警告，会对投机性的外汇波动采取果断措施。为什么160这个数字这么敏感？因为160呢是市场最紧张的心理关口。2024年，日本上一次大规模的干预就是发生在日元跌到160附近之后。所以现在呢，只要一靠近160，市场就会立刻开始猜日本政府会不会再次出手，以及日本还到底有没有能力把日元稳住。这一次呢，市场盯的是日本政策的可信度。那日本为什么对这一轮中东油价特别紧张呢？因为这不是它第一次被能源冲击卡脖子了。上世纪2次石油危机，日本就吃过输入型通胀和增长放缓同时出现的苦头。所以这次呢，日本真正紧张的不是日元跌，而是它非常清楚，一旦油价、汇率、通胀绑在一起，后面它会非常难以处理。这种痛它是有历史记忆的。但是这次呢，和2024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2024年那一次啊，大家更多的会把它理解成套息交易，也就是说呢，资金借低利率的日元去买高收益的美元资产，日元越跌，这种交易就越拥挤。可是这一次呢，套息交易当然还存在，但它已经不是核心问题了。现在日本更麻烦的地方就在于中东局势把油价重新推高了，而日本又是一个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国家。日本正在做两手准备，应对可能持续的油价上涨危机。具体来说，日本已经打开了自己的国家油库，也就是联合石油储备，向市场投放更多的石油，希望能够先稳住国内的油价和供应。另外一方面呢，他开始呼叫队友支援了。日本首相还在向国际能源署，就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能源协调组织喊话，请求他们提前准备好，万一冲突时间拖长了，大家能够一起协调，投放更多的全球储备石油来平抑油价。这就说明日本现在最担心的不只是汇率，而是能源通胀和汇率在一起共振。但还有一个更深的背景，很多人容易忽略。过去这些年，日元不只是日本自己的货币，它其实还是全球很多资金的融资工具。因为日本利率呢长期太低，很多机构和个人都是借日元买美元资产、买欧洲资产，形成了一套长期存在的资金链。所以现在市场盯着160，不只是盯着日本会不会救汇率，而是在盯这条全球性的套息链会不会开始松动。所以日本现在最让市场不安的一点啊，就是万一它真的动手加息了，那么谁来接这批可能撤回来的资金呢？因为过去这些年，日本的钱并没有待在他们国内，而是大量的趴在北美和欧洲的资产上。日元的问题表面在日本，真正被连带盯着的可能是全球的风险资产。还有一层就是美元最近在变强，中东风险一升级，全球资金呢还是先往美元那边跑。最近美元指数重新站上了100，美元上涨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避险需求抬头。日本这边呢要买油需要更多的美元，全球又都在抢美元，那么日本怎么可能顶得住呢？而且日本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地方，就算它加息，日元也不一定立刻能走强，因为外汇市场看的不是你动了没有，而是你动得够不够狠，够不够持续。如果日本现在只是象征性的收紧，而美国这边的高利率和避险美元还在，那么市场会觉得做空日元这种交易依然有利润，日元的压力呢就不会真正的被解除。那么日本现在能怎么办呢？表面上看它选项很多啊。第一，它可以继续口头警告。日本的财务大臣已经说了，会对投机行为采取果断措施，而且特别提到原油市场的变化正在加剧外汇投机。第二，它可以直接进场干预，就像2024年那样买日元卖美元。第三，它甚至可以提早加息，因为日本央行现在的政策利率呢是0.75%，原本市场倾向于呢今年6月前后它会加息一次，但是最近已经有人开始讨论了，4月日本央行会不会就提前动手加息呢？日本前央行官员和前总裁黑田东彦都在谈，伊朗战争带来的油价冲击可能会让日本提前走向加息。但是问题在于，以上这3种办法，每一种都有代价。不干预吧，日元会继续跌，日本进口通胀会更加难受；真的干预了吧，又会冲击全球套息交易和风险资产；真的加息了吧，日本自己的债市和财政的压力会更大。
日本现在不是说没招，而是每一招都会让他自己很疼。你不干预，日元继续跌，进口通胀很难受；你真的干预，冲击市场，你真的加息，日本自己的债市和财政压力会更大。所以这次日元的问题不只是汇率问题，是日本的整个政策系统被逼到了墙角。日本内部现在已经在评估一种非常规手段，就是利用外汇储备在原油期货市场做文章，试图从油价端去切断油价涨、美元强、日元跌这条链条。如果日本连这种牌都开始研究了，那就说明它的传统工具越来越不够用了。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歪招呢？因为这个招的意思就是日本要拿国家的外汇老本去国际原油市场赌场里面下注，试图把油价打下来，而保住日元。那为什么说这个歪招很极端？第一，这种属于不务正业了，因为日本央行的正经工作是管利率和印钱，财政部的正经工作是管税收和花钱。如果他们现在想的是拿国家的钱，也就是外汇储备去炒原油期货，那就像消防员不去救火，反而跑去炒股票，完全超出了它的本职范围。第二，这种做法赌注巨大，风险吓人。外汇储备是国家的压箱底儿钱，是应对金融危机、支付进口、偿还外债的终极保障。原油期货市场波动极大，专业的对冲基金都可能会血本无归。如果日本政府赌输了，就可能会损失惨重，甚至直接动摇国家的金融安全。第三，这种做法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个市场的玩家呀，是全球最精明的投机资本。日本政府作为一个国家队贸然进场的话，很容易被这些资本围猎和针对，导致操作失败，反而加剧了市场波动。第四，这种招暴露了他们没招了的窘境。如果连这种高风险不常规的招数都开始被认真研究了，恰恰说明所有的常规手段要么效果不好，要么副作用太大。日本已经被逼到了墙角，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所以呢，这次日元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汇率问题，实际上呢是日本整个政策空间在变窄。日元的汇率快到了160，就是在告诉大家，日本现在能走的路越来越少了。一个国家真的受到压力的时候，最先反应的往往就是汇率。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